一口气灭掉了一座城，一张嘴吃掉了所有人类。面对这么凶悍残忍的坏人，人类选择了妥协。武道大赛的工作人员拿出了比克3人的名单，但是里面的信息没有巴比迪所需要的。他施展出魔法，瞬间将他的头给胀爆了。如果再不说，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下场。人类天生的自私，开始七嘴八舌的抱怨。一位学者因为害怕自己多年的学习考试付之东流，想让他们赶紧出来。一对恋人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爱情长跑，他们要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现在却面临死亡的威胁。悟空面露愁容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搞破坏。面对这么强悍的对手，众人一筹莫展。比克不忍心看到这么多人牺牲，他想现在就出面，但悟空阻止了他的冲动，因为就算出去，他们同样会消灭地球。如果比克死掉，那就没有人教他们修炼融合术了，而死去的人类可以利用神龙进行复活。从这就可以看出，悟空一点都不呆傻蠢笨，相反却异常冷静聪明。最后，比克被悟空说服，不再前往巴比迪的地点。两位小家伙终于苏醒了，他们从来没有来到过这里。面对陌生的环境，两人打算悄悄调查一下。鸡王神将悟饭带到了鸡王神界，杰比特利用神力开始给悟饭治疗和恢复体力，不愧是神仙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将悟饭的伤治疗好了。苏醒后的悟饭对这里陌生的环境有些好奇，鸡王神告诉他，这里是鸡王神界。听到这里，悟饭还以为自己死了，但是发现自己的头顶没有类似于父亲头顶的光环。而杰比特对于人类踏足鸡王神界耿耿于怀，因为这里是连大界王都没有资格踏入的神圣地方。悟饭有些好奇，为什么带他来这里？鸡王神告诉他，他想利用鸡王神剑打败魔人布欧。杰比特听到差点惊到下巴，你没事吧，鸡王神大人？一个小小的人类怎么可能操纵得了鸡王神剑呢？因为没有见过悟饭的实力，杰比特有点小看他。两个小家伙走进了天神殿的餐厅里，面对美食的诱惑，他们开启了风卷残云的模式。但波波正在到处找他们，看到特南克斯将他一把提了起来，急得他找吴天求助，但吴天不理他，只管自己吃饭。气得特南克斯瞬间变成了超级赛亚人，将一桌子食物打翻在地。两人朝着波波一顿暴击，因为他们从未见过波波，以为是坏人。听到吵闹的声音，悟空走了过来，终止了他们的打斗。而另一边，鸡王神带着悟饭去宝剑的所在地，途中杰比特看着他破破烂烂的衣服与神圣的鸡王神界不匹配，给他换了一套装束。而这把宝剑插在一座石柱之上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将它拔出来。而他们两个听说悟饭和贝吉塔死了，伤心不已，一直在哭哭啼啼。悟空朝他们怒吼，不要哭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布欧马上就会找到这里，只能努力修炼打败他们。悟空死了，而悟饭又死了，琪琪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，从昏迷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苏醒。牛魔王非常心疼自己的女儿，但比迪利根本不相信悟饭已经死了，他坚信悟饭一定活着。他的感觉确实不错，悟饭正在鸡王神界拔宝剑呢。第一次以常态尝试了一下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却纹丝未动，因为手滑，一不小心摔到了地上。第二次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整个石柱不断晃动，终于一口气将它拔了出来。曾经打败杀戮的悟饭，实力不可小觑，但悟饭拿着这把宝剑，除了重以外，没有感受到任何特殊的力量。杰比特对悟饭这种轻视的态度非常生气，他是过分的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了，不允许小小的人类践踏他们神界的一切。看着他颤巍的拿着宝剑，杰比特更加看不起悟饭了。悟饭看出了他的意思，将宝剑交到了他的手里，没想到他1秒都没拿住，宝剑瞬间掉到了地上，而他尝试将宝剑拿起来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拿动。看来地位高低跟实力确实没有关系。为了阻止魔人布欧的暴行，悟空一连变身3个级别，而变身超3的悟空完全有能力将布欧消灭掉，却最终还是让他活了下来。为了寻找乌天和特南克斯的踪迹，魔人布欧继续着四处杀戮。为了阻止他的暴行，乌天和特南克斯开始用合体与他对抗。一脸严肃的悟空让他们开始合体，特南克斯却对悟空的指令表示怀疑，连他老爸贝吉塔被打倒了都能见死不救，他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说归说，闹归闹，不拿修炼开玩笑。悟空让2人释放出最大能量，可大1岁的特南克斯能量比吴天强得多。尽管2人累得满头大汗，却迟迟不能合体。要想合体，2人的气场必须强弱一致。广场上人头涌动，撒旦又开始了他的吹牛大会。同志们，让我闭关2个月，等我出来一定吊打魔人布欧。人群的情绪得到了鼓舞，他自己却捏了一把汗。魔人布欧怎么可能乖乖等他？雷鸣般的爆炸声响彻天空，魔人布欧摧毁了一栋栋高楼。这个恶魔在天空上蹿下跳，人群在硝烟中夺命奔逃，地面一片混乱。魔人布欧对自己的战果非常满意，笑嘻嘻的对司机好一阵调戏。电视里播放着布欧的暴行，以为胖大姐将这场灾难怪在了特南克斯身上。要不是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子，人类怎么会有这场祸事？他愤怒地将特南克斯的家庭地址告诉了巴比迪。巴比迪对特南克斯下了最后通牒：小子，赶快回来见我，不然你的家人和你的城市都将消失。听到巴比迪的最后通牒，悟空命令特南克斯赶快回家取回龙珠雷达。有了龙珠雷达，即使地球毁灭都不怕，大不了召唤神龙将一切还原。送走了特南克斯，悟空开始寻找魔人布欧，而此时的魔人布欧正在赶往西都的路上。3人在空中相遇，魔人布欧将要发起进攻，悟空也开始变身，可还没开打就遭到布欧无情嘲笑。贝吉塔死之前就是用的这招。面对这无情嘲笑，悟空异常冷静，他决定尝试新一轮的变身，只有这样才能为特南克斯争取时间拿到龙珠雷达。悟
空身上的超二状态突然消失，这家伙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对巴比迪二人展开武力值大讲堂。你们看，这是超一状态，而这是超二状态。那么接下来，我请你们看超三状态。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吼叫，悟空开始变成超三。此时的他听不到界王劝他停手的忠告，连比克都感受到强大的气场。大地开始震颤，海面开始涌动，就连大楼的玻璃也开始炸裂。一阵吼叫声输出后，悟空没有像界王担心的那样死去。此时的他变身成了一个长发及腰的战士，看得巴比迪目瞪口呆。就连远在圣地的悟饭也感受到了这股强烈的气息。你以为变成长毛怪我就怕了吗？面对超三的悟空，魔人布欧不知死活地发出挑衅。他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的他在悟空手里像极了溜溜球，被悟空一阵拳打脚踢。魔人布欧被悟空一阵夺命18甩投向地面，力量之大直接将大楼击垮。在超三面前，他变得如此脆弱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只见魔人布欧冲出废墟，不但毫发无损，他还使出贝吉塔的招数向悟空发起进攻。这家伙将对手的数据据为己有的本事，两人继续在空中对峙，强大的光波震彻海面。此时的二人多了份对彼此功力的欣赏。悟空一阵回旋踢踢向布欧面门，紧接着又是一记直拳打向布欧，这彻底激起布欧胸中的怒火。两人的战斗变得更加激烈，悟空继续与魔人布欧缠斗，特南克斯也手忙脚乱地寻找龙珠雷达，而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吗？他简直就是一个玩具啊！一路火花带闪电，悟空的攻击让布欧毫无还手之力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，看来有希望将他消灭掉了。布欧虽然不还手，但身体没有受到任何重创。悟空用力踢出一脚，却被陷入了他的体内。布欧不断吸入，就剩下一个手掌露在外面。巴比迪在旁边高兴不已，哪想到悟空在他体内发出了气功波，瞬间将他炸成了纸片人。而另一边，悟空给特南克斯争取时间回家寻找龙珠雷达，但是到处都未找到。悟空还在和布欧战斗着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打得好不快活。悟空发现特南克斯一直没有移动，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，他不再和布欧直接对战，而是转攻为守，保存体力。但这样一直躲避，气得布欧大怒，他急速上前攻击，却被悟空一脚踢出面门。而此时福尔马想起来，特南克斯并不知道龙珠雷达在哪儿，平时依靠飞行的众人，身边也没有电话，多亏平时行侠仗义的比迪利带着一部手机，他交给了库林。没想到四老龟过来直夸比迪利做的真棒，其实他是为了揩油，一掌被比迪利打倒在地。众人对他这种行为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悟空再次开启攻击模式，却被布欧的气功炮打飞。而另一边，界王神一直替悟空捏了一把汗，让他赶紧停止战斗，再继续打下去，待在地球上的时间会越来越短。在通过电话后，特南克斯成功找到了龙珠雷达，开始往天神殿的方向飞行。魔人布欧的实力果然厉害，与他对战这么久，力量丝毫没有减弱，却越打越兴奋，一直在向悟空发出挑衅。面对他的攻击，悟空发出鬼摆气功，在他身上打出一个大洞。巴比迪为布欧担心不已，没想到他的身体瞬间恢复了，并且还学会了悟空的招数，这着实令悟空有点惊讶，竟然看一遍就可以学会。悟空成功又将他弹了回去，而布欧朝着巴比迪打了过去，差点将他消灭掉。剧烈的爆炸，整个地球都剧烈抖动，比悟空的能量强大很多，连天神殿都产生了震动。身在圣地训练的悟饭都察觉到了这股强大的力量。悟空直夸他，虽然你的样子不咋地，的确是个战斗天才，这让布欧很是受用。悟空察觉到特南克斯的气息已经开始了移动，他恢复到常态，利用瞬间转移回到了天神殿。看到他逃走了，巴比迪气愤不已，朝着布欧大骂：“你个大肥猪，怎么能让他跑掉？赶紧给我去追！”只见布欧阴沉着脸，转过头却笑嘻嘻地告诉巴比迪，他有个好主意，趁机飞到他的身边，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布欧从他身上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，现在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，一拳下去血浆四溅，彻底将复活他的巴比迪杀死了。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他了。